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谈一谈功夫。我相信呢，每一个男儿都有一个功夫梦。那作为我也同样如此。在我年少的时候呢，通过电影这个武侠的这些电影，比如《少林寺》包括一些港台的一些这个影响也是怀有一颗功夫梦。但我知道练功夫是非常吃苦的。但同样呢，我又幻想自己成为一个功夫的高手，在我内心里面就产生了一些激烈的一些碰撞。我小的时候比较懦弱，比较腼腆，性格也比较内向，总以为在社会上你只要不欺负别人，别人就不会欺负你。我们都是以和为贵嘛。但是社会上总会有一些形形色色的不良分子。那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？当时就想，我学习功夫，我可以不仅仅行侠仗义，另外呢，我们可以强身健体，防身自卫。但是学习功夫之路呢，它是一个比较漫长的道路，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，由固定的套路，最后变成各种兵器的一种练习。这个道路它是一种长久的、日积月累的。我想功夫这两个字呢，它是时间换来的，所以说功夫等于是时间。练习咏春拳呢，是因为在珠海工作的一些经历，接触到这些属于南拳的一种拳法。后来的这个电影也是比较风靡，随着叶问、李小龙等影片的播放，我想大家对咏春的攻防合一、快速的一种拳法，有一个桥段，甄子丹在电影里面，咏春叶问，大家都对这个招式呢就感觉比较好奇。他为什么要摆这个招式呢？其实这个招式呢叫做问手，称为问路手，或者说是探路手。问手的意义在于，前手伸出来代表是一种礼仪，是一种谦虚。我们中国文化讲究谦虚行天下，谦虚日久人人爱，骄傲日久成寡人。所以谦虚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美德。但是谦虚不代表是软弱，所以说在问路手之后又加了一个护手。当对方的动机对我进行侵犯的时候，那我的这个护手摆放出来的时候，就代表的是一种防身自卫的一种体现。同时呢，中华文化当中呢，就是我们讲阴阳，那前手呢就可以代表是阳，后手代表是阴。前手准备战斗，后手呢随时要保护自己。同时这两只手呢，它可以是阴阳转换的，我左手可以变为前手，右手可以变为护手，两者相互的转换，并不是说我一只手摆放在这里就不动的，它是要随着变化而变化。所谓的见招拆招，摆放有威，打虚有势，未打虚打，贪打防空。什么叫摆放有威呢？我这个问手往这儿一摆，我就可以将我的这种威严展现出来。打虚有势，你通过这种结构展现的是一种气势，攻防的一种状态。未打虚打，贪打防空。你即使你的内心比较害怕，但是呢，你还要去打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将拳要练成自己的一种本能，就是害怕打也得打，贪打防空。你在攻击别人的时候，同样你的漏洞也会出现，别人也会在攻击你。所以说护手的重要性是特别要强调的。就好比打拳击一样，有前手后手也是一样的。有很多初学者呢，我看在练拳击的时候也是，这个拳打出去，这个手就掉下来了，或者这个拳打出去，这个手就掉下来了，你中门就空了。其实问手也是这个道理。我们去前手变成拳去攻击的时候，对方另外一拳也会打过来，那我这个手，我后面的这个手就可以迅速的做出反击。如果手是在这儿的话，太远的话，时间距离它放大了。有句话说，快打慢，慢打迟，迟打呆。练的时候要慢，用的时候一定是最快的，是争分夺秒的。
这是我对问路手的一种感悟和它的定义。